小姐，有人找您。端午，雨柔姐姐，快请坐。你怎么来了呀？我来看看你。这个是我在家蒸的糯米糕，这个是我炖的糖水，还有这个是三黑最爱吃的江米条。等等，你是特意给我送过来，是不是找我有事啊？我想求你帮个忙。哎，可千万别说求，只要是我能帮上忙的，我一定帮你。你能做到？什么忙啊？要我帮？生孩子。生孩子？端午，你别开玩笑了，我又不是郎中，更不是送子观音，我怎么帮你生孩子呀？你能？我能什么？我不能生，你能生。端午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包家不能没有后。你嫁过来，给包家生个孩子。端午，这些话是不是嫂嫂让你说的？如果你能给包家续香火，你做妻，我做妾。如果你不愿意端午做妾，那端午就当佣人，伺候你跟三黑。如果你还是不愿意，那端午就搬出去。端午，是不是嫂嫂逼你过来的？没有，嫂嫂对端午可好了，这些年为了瞧郎中花了好多银子，她一点都不心疼，去庙里也是大方。你别说了，一定是嫂嫂拿生孩子的事情逼你。不是嫂嫂，就是嫂嫂，太过分了，太不公平了。不行，我带你去评理去。走。爹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死之前来看看你。您病了，严不严重啊？有没有瞧郎中啊？我是要被你气死！你不愿在家待，我依你；你不愿意成亲，我也依你。哼，你倒厉害！哼，开这么个青楼，你让我这老脸往哪儿放？谁跟你说我这是青楼？这就是青楼。哦，爹，您很熟悉嘛？是不是以前来过？我是开封府尹，什么不知道？您是前任开封府尹。哼，换做以前，一定是把我这里给查封了，然后再找几个人把我押回去。不过现在嘛，要不我找两个姑娘给您弹个曲儿？哎，老板换了啊，规矩改了，概不赊账。哎，我到开封府告你去！告，赶紧去告去！告赢了，我请您听曲儿。你走了，端午，走。哎，雨柔。哎，包大人，包大人，那老家伙得理不让人，你怎么能答应他呢？把他轰走不就完了吗？开封府是个讲理的地方，由不得你们想抓就抓，想放就放。可他明摆着就是在讹咱们，他们全家人的命凑在一块都值不了200两，我们上哪儿弄那么多银子赔给他呀？是你们先讹人家的，你们自己去想办法。包大人，当初是尹大人让我们这么干的，案子棘手，他抓不到真凶，让我们俩抓个假的去顶罪，你不能把屎盆子都扣我们哥俩头上吧？尹大人让你们杀人放火，你们也干？你让我们杀人放火，我们照样干。是尹大人让你们干的，你们就去找尹大人要银子去。哎，别跟着我。嘿，我说这咋办？老板，哎呀，雨柔姑娘，你这么早就来了，三黑还没回来呢。我不找他，我来找你。哎呀，这提亲的事儿应该让你爹来，哪有姑娘家自己找来的？谁跟你说我是来提亲的？我是来算账的。雨柔姐姐，你算什么账啊？当初我想嫁给包拯，你不愿意，你说端午才是他需要的那个人。可是端午现在生不出孩子来了，他就不是包拯需要的那个人了吗？而且你要我嫁进来我就嫁进来，这公平吗？这对端午公平吗？好，那嫂嫂就给你算算这笔账。三黑喜欢你，你喜欢三黑，当初我愣是不让你们成亲，这对你们公平吗？
不公平。端午一直伺候三黑，因为他生不出孩子，所以我让三黑休了他，这对他公平吗？更不公平。是啊，现在我让你们俩成亲，又不用端午生孩子，他作为妾室伺候三黑，这不都公平了吗？对你想想，公不公平？不公平。端午不愿意，端午受了委屈，那就是不公平。端午，你说。雨柔姐姐，我愿意，我一点都不委屈。雨柔姑娘，哎，是嫂嫂不对，当初耽误了你们的姻缘。嫂嫂这不想补救吗？你不就是想延续香火吗？哎呀，延续香火是没错。你想想，等你俩成了亲，3年5载的，再生几个孩子，这院子就不会冷清了。你说，是不是这个道理啊？那你们三黑呢？哎呀，那个呆子不管他，以前他听我的，现在他还得听我的。我先回去了。您看，成了。爹，您找我。你怎么才回来？皇上和我商量，让皇后回家看看。哼，他倒是没把你当外人。爹，我哥呢？牢里呢？在牢里，他没回来。我也不知道包拯到底在搞什么花样。皇上下旨大赦天下，我哥也在其内。包拯就是再不通世故，也不能抗旨不遵呢。你回来的正好，你去趟开封府问个究竟。要是那个包黑子敢擅自扣人，你就警告他一下，让他立刻乖乖的把人给我送回来。主人，主人，张东回来了，说雍儿少爷不回来了。老爷，公子说，少爷说他要住在听雨楼。听雨楼，那不是刘父当年的杀猪场吗？他住那儿干什么？少爷听说听雨楼是读书人饮酒作诗的地方，雅致。说要住在听雨楼读书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！叫他给我滚回来！少爷说他不想窝窝囊囊的回来，哦，还说让您别去找他。老爷，小的多句嘴，少爷真的变了。这3年在牢里天天读书，还写了好多诗赋呢。你跟你们少爷说，叫他乖乖的给我滚回来，要不然这辈子就别踏入这个大门。老爷，少爷让我回来，取点银子。滚！是。爹，您还不了解我哥吗？您这么说，他肯定是不会回来的。哼，我就是不这么说，他也不会回来，爱回来不回来。听雨楼，他住那儿干什么？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少爷，您这首诗写的实在是太好了，连我这不懂诗的人，我听了都浑身起鸡皮疙瘩呀。这首和以前的比怎么样啊？那跟以前的比，这首诗那都通通不值一提。这是李白写的。李白写的？不是少爷，这是您的字啊。不学无术，无可救药。没事多跟小爷学学，多看看书。我再给你念一首。
曲项向天歌，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。少爷，我知道了，这首诗不是你写的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这是首儿歌。你再听一首。好，少爷你说。鹅鹅鹅鹅，鹅鹅鹅。你们两个不为新主子好好当差，跑我这儿来干什么？大人，您这是在做什么呀？作家。作家？干什么呀？加自己呀。加自己？老夫要研制一种能锁住别人，但锁不住自己的家。明白了，大人是怕自己再被关进大牢里，不求别人。你俩有什么事儿？大人，在包黑子手下做差，不如在您手下做差舒服，又苦又累，而且还没有时间过来看您。我们今天是特意抽出空来看看您，看看您。黄鼠狼给鸡拜年，到底什么事儿？快说。哥，你说。大人，这包黑子呀，让我们来向您讨银子。讨什么银子？皇上大赦天下，开封府大牢清仓，有个老犯人不肯走，包黑子知道了这是您手里的冤假错案，让您赔偿他这些年做冤狱的银子。有这种事儿？哎，我怎么不记得了？大人，您当府尹这么多年，咱碰上这些棘手的案子，不都这么干的吗？对呀，您怎么能不记得呢？保证要讨多少银子？500两。啊？大人，这包黑子起初要1000两，我俩再三求情，降到500两。对，没有。大人，您不能没有啊！您要没有，我们俩怎么办呀？关你们俩何事？讨不到银子，我们俩的饭碗就丢了。对呀，真的？真的。唉，回去告诉保长。哎，银子没有，老命有一条。走吧。哎，站住！大人，给老夫把枷锁打开。您要去拿银子？你们两个混账，想骗老夫的银子，那是做梦。大人，您慢慢研究啊。哎，你们两个回来，给我把枷锁打开。这两个混账！500两，你心也太黑了吧？你怎么还多要300两？哥，我要不先开口，你张嘴就得要1000两。尹大人曾经对咱们不薄，做人得讲良心。假慈悲那样，现在1两也没要着，怎么办？他不给，咱找小姐要去。您真要告女儿？对，我要告我的女儿尹雨柔，忤逆不孝，不嫁人不说，还开了个青楼，她是要气死老夫啊！您稍等，尹前辈，不嫁人好像不犯法，开青楼，听雨楼那个地方我知道，早就不是青楼了，现在就是个吃饭听曲的地方。至于忤逆不孝，
故意要气死你。法典上有，是重罪，要流放的。您仔细说说他怎么顶撞您的，我给您做主。哎，行了，不用替老夫查这些，老夫比你清楚。坐。哦，保长，我听说你让王朝马汉找我要500两银子。500两，不是500两，是200两。这两个混蛋，不管多少两，你还真敢找我要银子？你找我算账，我还找你算账呢，包拯。你欠我们尹家一大笔账，你欠我一个人。欠你一个人？什么人？姑爷。这些年雨柔是不是因为你不再嫁人？你欠我一个姑爷。我到哪儿去找个姑爷赔给你？你自己呀！胡闹！尹大人，您忘了您当年了吗？当初不让雨柔嫁给我的是您，现在让我娶她的也是您。您当这开封府是什么地方？您当我包拯是什么人？这开封府以前是老夫的地方，你是老夫的继任。包拯，想当初我不同意你们的婚事，那不是怕刘娥报复吗？现在刘娥没了，你又是开封府尹，这还有什么可担心的？你娶了她，我就不用担心她在外面闯祸了。尹大人，我已娶妻在先，现在是有家室的人。这个我不计较。哎，雨柔也不计较，你让她随你入包府做小的，我同意。老夫愿意拿出半生的积蓄，作为她入你府的嫁妆。尹大人，包某不是贪财好色之人，包拯恕难从命。你看，你这人，老夫好歹对你也是有知遇之恩的。前辈自便，晚上还有事情要办。是辈。哼，哎，包拯，包拯。三黑，你回来了。嫂嫂歇息了。歇息了。你怎么还没睡？我在等你，我特意给你熬了鸡汤，趁热喝了。你有话要跟我说？你怎么知道？你的眼睛告诉我了。我的眼睛告诉你我想说什么了吗？你很愧疚。嫂嫂又带你去烧香拜佛看郎中了。我又让嫂嫂失望了。三黑，你失望吗？端午，种瓜不一定要得瓜，种豆也是一样，农夫也有撒下种子颗粒无收的时候，这是天意，不是你的错。是我的错。不能下蛋的母鸡，不是好母鸡。你不是母鸡，你是人。不能给自己男人生孩子的女人，不是好女人。三黑，你想有自己的孩子吗？你把雨柔小姐娶回家，让她为包家延续香火。包家有了后，嫂嫂不用愁了，你也不用愁了，端午也就不愁了。雨柔小姐至今还没有嫁人，一定是没有遇到她想嫁的人。她和她爹一定也发愁，你把她娶回来，她和她爹就不愁了，咱们皆大欢喜。端午，你为什么会想出这样的主意？这个主意不好吗？不好。我觉得好。要不是当时嫂嫂不同意，你该娶的是雨柔小姐。我知道你这些年不快乐，你不快乐，我就不快乐。但是端午，你不该这样委屈自己。我不委屈，你不答应我，我才会委屈。
尹雨柔，尹雨柔，当年在泸州，你爹告诉我，因为我杀了刘父，所以娶了你，两家都要遭殃。其实我一点都不怕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我打定主意好好求嫂嫂，让她答应我们的亲事。但是回家以后，我看见什么了？是你的一封信，连人都没有见到，只有一封信。那是因为当时你嫂嫂她有缘无分，我认了。我娶了端午，她就是我的妻子，我要对她负责。如今刘太后没了，端午又没孩子，你就要我娶你做妻，让端午做妾，我怎么对得起端午？我没有啊。你没有。你没有的话，你爹怎么会到开封府来找我？如果不是你，端午怎么会告诉我你答应嫁入我们包家？对，你说的没错，这些都是我做的，怎么样？我永远都不会娶你。那我就一辈子缠着你。我不管你去哪，我都跟着你。所以你休想躲开我，我就是要缠着你，我就是要缠着你。你走开，走开，走！张公子仗义坦荡，大胆敢为，但多败于时运不济，造化弄人。尤其提防牢狱之灾，如遇到是非之事，能躲则躲。太对了。我问你仕途呢？说呀。张公子理应大富大贵，衣食无忧，但命运线分岔太多，旁生诸多枝节。什么意思？尤其是这一条，日后一旦踏入一步，理当别有一番天地。哎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！吃酒，吃酒。你这个人不但诗写得好，还懂麻衣相术。你这个朋友小爷交定了。哎，对了，这几天都在看你写的诗赋，不如今天小爷也做一首诗，让姑娘们谱曲吟唱，为你今晚摆的这桌酒助助兴。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小姐，你咋哭了？你是不是也被人欺负了？哎呀，我就打了个哈欠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也被人欺负了？怎么了？小姐，你在缺人不？干啥都行，不快这差事实在是没法干了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吗？人家当差是为了安身立命，我们哥俩赔本赚吆喝不说，弄不好还得把命搭上。谁敢要二位叔叔的性命？小姐，您是我们看着长大的，对呀，从小就特别心疼您，还教你了一身好功夫。可我俩现在被人欺负了，只能来找您了。都快急死我了！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赶紧告诉我呀！老家的凤凰不如鸡呀，谁都敢欺负。你们赶紧说，到底怎么了？那我可说了啊，快说快说！包黑子要把你爹和我们往绝路上逼呢。这个包黑子欺人太甚！你怎么又来了？借银子。借银子？你闹够了没有？我没闹，本小姐就是来找你借银子的。你要借多少？我去跟嫂嫂说。1000两。1000两，那么多，做什么用？救我爹。尹大人怎么了？落了难的凤凰，被鸡给欺负了。王朝马汉找你借银子了？我问你，
这么多年，我爹对你有没有知遇之恩？有，在你最困难的时候，我二位叔叔有没有对你鼎力相助？有。道理你都懂，可是你现在发达了，不但不知恩图报，反而为了一个毫不相干的人，逼得我爹一个人在家自带木枷。我的二位叔叔却要去寻短见。不是我逼他们，是他们逼那个无辜的人做了冤狱，难道不该给他赔偿？该赔偿，1000两太少了。是这个1000两，我让他们赔200两，怎么又成1000两了？我不管，我就要借1000两银子，凑齐了到我家来找我。皇上，上钩了！皇上，鱼上钩了。怎么又上钩了？皇上，你看，这条鱼个儿大。才一会儿的功夫，桶就装满了。这些鱼是饿死鬼投胎吗？皇上，你有所不知啊，奴才们知道先皇喜欢钓鱼，所以这池子里都是些草鱼和扁鱼。这2种鱼啊，肚大贪吃，又喜欢结队抢食，所以特别容易上钩。朕钓鱼是陶冶情操，不是让你们哄着玩的。朕不钓了，把鱼倒进去。是。金玉其表，败絮其中。皇上还在为国库空虚的事忧心，何止是忧心？延州一战，虽是击退了夏军，但也打光了银子。这几天的折子，没有一个不是向朕催银子的。军费、官俸、灾款，年年水涨船高。朕已经把和你姐姐结婚的银子缩减了1大半，可还是填不满一个省的空缺。我大宋的江山和这池塘有什么分别呢？冗官、冗兵，泛滥成灾，一个比一个贪得无厌。他们除了张大嘴要食，就会去搅浑水。朕恨不得把他们一个个罢免，换个满池清净。怕就怕，这鱼还未净，皇上就先一步溺水了。恕臣斗胆直言，皇上现在水性尚浅，还不足以鱼死网破。难道要朕坐以待毙吗？未必。你有何高见？春闱在即，皇上何不在这个鱼塘里撒些有用的鱼种？待它们长大了以后，替皇上扫清道路。春闱，你指的是科举？正是。那是为了你爹和王延龄养的清道夫。皇上，要是换了养鱼的人呢？换谁？范仲淹。朕找2位来，是因为整个朝廷只有2位没有私心，马上就要科举了。这是朕做皇帝以来第1次科举会试，如何才能为我大宋招纳良才？朕想听听你们的意见。皇上，我朝科举是沿袭前朝风气，以诗赋取材，考生们不得不挖空心思研究音律、词藻、典故，而忽略了经世之道。臣以为治国应讲求经世致用，唯有策论优秀者，方可着以高地。重策论，轻诗赋。要想使天下安定，必须让你的臣民吃饱肚子。百姓们需要的是能让他们安居乐业的父母官，不是只会吟诗作赋的才俊。重策论，轻诗赋，就能为我大宋招纳良才吗？能？不能。为什么？范大人的主张若没有完善的科举制度，难以公平举贤。徇私舞弊如何招得来贤才良臣？
臣认为，除了范大人的主张，还有更重要的。什么？公平。怎么个公平？首先要糊名，考试结束后，考生的姓名、籍贯、家世等内容要密封起来，以防考官收取贿赂后以名取士。密封姓名，笔记和记号也能作弊。考生的试卷可由誊录官抄写后进行评阅，以防考官根据笔记或者是事先商量好的记号辨认考卷。如若誊录官也受了贿，调换试卷或改写试卷呢？可再设对读官，专门负责校对评阅后的内容与原卷是否出入。如若如此，不如干脆所愿。主考官员一经任命，直到考试结束之前，都要住在贡院之内，杜绝与外界的联系，禁止一切闲杂人等入内，将漏题和行贿扼杀在萌芽之中。好，防患于未然，妙。不妙。哪里不妙？欲变革科举，若不能从根本上去除顽疾，一切都是空谈。什么顽疾？投门生，结党营私。如何消除顽疾？制定律法，权臣举荐的官员失职无能、贪赃枉法，追究举荐人的责任。范爱卿，臣在。你来主持科举，为朕招纳良才。臣接旨。包爱卿，臣在。你来起草律法，为朕消除顽疾。臣遵旨。三叔，怎么跟猫似的，没一点动静？来，过来帮三叔瞧瞧。哎，我这右眼闭上了没有啊？没有。知道的，你是在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；不知道的，还以为你抽羊角风呢。就要科考了。书读得怎么样了？不怎么样。那还不快去读书？三叔，求您帮个忙呗。什么事情？听说今年主持科举的是范仲淹范大人，他不是您最好的朋友吗？你想干什么？听说这一次是重策论，轻诗赋。不知是中什么策论，您帮我问问呗。三叔，不是我不用功读书，也不是想走什么歪门邪道，我这么多年来一直苦读诗赋，范大人他说变就变，我这么多年来不是白辛苦了吗？你觉得三叔会帮你去问吗？即便三叔真去问了，范大人也不会说。正是这样，我们俩才能成为好朋友。臭味相投，跟您做一家人真是倒霉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您这辈子都练不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，死了这条心吧。干脆啊，让我娘给您缝个眼罩戴上得了。
天地压，万物浊，圣人发。等一下，这怎么听着耳熟啊？回皇上，出自《荀子·伦理》，原本是“天地合而万物生”。这考生把“合”字改成了“压”字，把“生”字改成了“浊”字。这后面的“圣人发”应该是考生借题发挥的。哼，这种哗众取宠的考卷，也敢拿来举荐？王宰相，恕臣愚见，臣倒以为这考生措辞大胆，精辟求新。就拿这“浊”字来说，一字双关，既蕴含了植物新生的样子，又有壮盛、壮健之意。天地交合，万物茂盛，难道圣人就自己长出来了吗？动辄三皇五帝，尧舜禹周，看似浮华淫巧，实乃迂阔荒诞。既然要以策论取士，何不多一些真知灼见？此文通篇论及万物本源，答非所问，与现实是风马牛而不相及。如果任由此种学风增长，岂不把天下学子引入歧途？各位爱卿，都倦了吧？今天就读到这儿吧。传旨下去，让主考官们以后阅卷谨慎，杜绝此类文风滥竽充数。臣遵旨。且慢，皇上，科举乃江山社稷头等大事。皇上既然发现阅卷的考官出了问题，那臣建议把他们统统罢免掉。王宰相言重了，朕不是这个意思。那皇上的意思就是范大人的改革出了问题？朕也不是这个意思。哼，那就奇怪了。阅卷的和改革的都没有问题，难道问题出在天下学子身上？那皇上的意思是，我堂堂大宋连个栋梁之才都没有吗？有什么？皇上，王大人，据臣所知，在武举的考生中，有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。武举？哎呀，别跟着我了，跟你说不行就是不行，别再来烦我了。不是，我出双倍的银子。你出多少倍银子都没用，姑娘们不想唱你的诗赋。他们那些酸词烂调的天天唱，我的诗句句发自肺腑，他们凭什么不唱？因为你的肺腑太肮脏。我不跟女人一般见识。我出3倍银子。哎，行了行了，真是。那我就勉强答应你吧。我去跟如烟还有柳絮商量一下。先说好了，如果他们2个都不愿意，那我可就真没办法了。他们俩，不行，我不能让他们俩唱我的诗。整个天宇楼就他们俩不识字，我还得去碰碰运气呢，看他们愿不愿意。他们愿意，我还不愿意呢。小爷我自己唱。故君有统理天下之权，而实为天下所受。人君所经其事，皆因天道。盖时新先例，时政既举，汉宣之化不难治矣。臣不识忌讳，甘冒臣言，不胜战力允越之志。臣谨对。答得好，王宰相、范大人，你们觉得呢？皇上，的确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章，可惜啊，不是一篇治国安邦的好策论。此话怎讲？臣之所以把试卷命名为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就是为了让考生能够把百姓放在首位，为国之担忧分愁，为黎民百姓出谋划策。而这个试卷中处处讨论的是君权之道，实乃是本末倒置。怎么本相越听越糊涂啊？谁是本，谁是末啊？民为本，以下犯上该当何罪？当斩。那天下是谁的天下？是天下的。先天下究竟该王者先，还是民者先？皇上贵为天子，但天子并非天下。
正所谓，乐民之乐者，民亦乐其乐；忧民之忧者，民亦忧其忧。那天子岂不是天下第一大管家了？不是管家，是东家。正所谓，乐民之乐者，民亦乐其乐；忧民之忧者，民亦忧其忧。那天子岂不是天下第一大管家了？不是管家，是东家。怎么讲？民以食为天，天下好比是个大饭庄，吾皇是东家，臣子们分别为掌柜的、账房、厨子，乃至杂役，百姓们则是食客。食客们食好了，那么饭庄就会久盛不衰。那食客不给钱呢？法办。江山都变成大饭庄了，拿什么法办？二位大人何必争执？文人治武，武人安邦。这篇文章是出自武人之笔。兵者，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理应独尊王道，唯命是从，岂能受百姓的意志所左右？张爱卿言之有理，武举也有此等人才，着实让人刮目相看。那位考生是谁？考卷早已密封，在揭榜之前，还没人知道他们的姓名。范爱卿，朕可不可以先睹为快？皇上，密封是为了防小人，不是为了防皇上。好，那朕就先睹为快。皇上，有何不妥？你自己看。是你哥吗？不是，皇上，我哥从小不学无术，以他的头脑写不出如此漂亮的文章，也写不出如此漂亮的字。远看泰山黑乎乎，上面细来下边粗，有朝一日倒过来，下边细来上边粗。好诗，好，好，怎么样？小爷新做的，怎么样？张公子可知诗分为2种？哪2种？第一种是写给自己的，另外一种是写给别人的。那我属于哪种呢？你是属于第一种。什么意思？不骄念，不做作，有酒到酣处，自斟自饮。嘿，还是你懂我。来，再吃一杯。皇上，臣查了5科会试名册，张子雍是枢密使张大人的儿子。范大人，您确定没有错？确定。枢密使张大人家真是藏龙卧虎啊！真想不到他家里还藏了一个文武双全之才。皇上，包拯曾经跟臣说过，张子雍在开封府大牢里3年，把牢房当成书房，苦读诗书1年。范仲淹，你也算是个读书人，10年寒窗也未必就能考出一个秀才。本相真想不出他是何等的聪慧过人。皇上，您相信吗？皇上，若真是我哥，那一定是有人泄题。皇上，此次科举改革，全大宋除了考官以外，还有4个人预知考题，都不在所愿之列。除了臣、皇上、枢密使张大人，还有本相。如果说本相把题目泄露给了张子雍，诸位相信吗？
别说你们不相信，连本相自己也不相信。朝廷有恩荫，张国丈也不想多此一举吧？如果说考题已经泄露了，那么这4个人当中，最具嫌疑的就是你范仲淹。王宰相，科举变革是范大人亲力执掌的，搬石头砸自己脚，不会太过愚蠢吗？掌权者监守自盗那是常有的事情，在案子没有查清之前，范仲淹是很难脱干系。皇上，照惯例，3天以后就要接榜了。如果案子还没有查清楚的话，皇上您就得认了这个武状元。朕是很欣赏范爱卿科举变革的方法，但此事，范爱卿确实负有责任。先将范爱卿收监，3日后再论处。皇上，清者自清，臣甘愿接受监禁。包大人，包大人被抓了。啊？什么包大人被抓了？是范大人被抓了。啊，对，关在了大理寺。我们得到消息，马上跑来报信儿。为何要抓范大人？包大人，请。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。多谢段大人。范大人，包大人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科举考试出了问题，说明是张大人的儿子涉嫌舞弊。张子雍，他也参加科考？非但如此，还考上了状元。什么？我思来想去，从所愿到阅卷，每一个环节都严丝合缝，只有一种可能性。难道是张大人跟王宰相泄露了考题？他们要想陷害范某，没必要把张子雍推到风口浪尖上。范某倒认为不是他们，问题应该出在所愿后的环节。可考卷一旦密封，考生的身份便无从得知，即便是手眼通天之人，也绝难在此后的环节做手脚。可密封前有一个空子可钻。替考。对，在考试期间，考生甘愿替考，甘愿为他人做嫁衣，而监考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这并非难事。要想查清此事，必须找到张子雍以前的笔记，与试卷一对便知。不用找了，张子雍的笔记我见过。那太好了，试卷现在在皇上那儿，就劳烦包大人速速进宫禀明皇上。范大人放心，包拯定会为你讨回公道。告辞。包大人，我正要去开封府找你。什么事？皇上有要事找你相商。我也正要去见皇上。包拯，可有头绪？臣还不清楚，但臣可以确定，这绝不是张子雍所写。何以见得？张子雍服刑期间，在开封府大牢的墙上写满了歪诗，臣早就见识过他的笔记。那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张子雍找了替考？没错，臣来之前跟范大人达成了共识，除了替考，其他环节不会有纰漏。朕给你3天时间，查出真相，找出那个替考。3天？还有3天就要接榜了。如果找不到那个替考，朕就要认了那个张子雍当状元。张子雍可以找替考，全天下几十乃至几百人都会滥竽充数。这些人一旦入朝为官，贪赃枉。
看什么看？没见过你爹擦剑呀。我哥考上状元了。不是还没到接榜的日子吗？皇上钦点的。皇上疯了？是我哥疯了。皇上一命包拯彻查此事了。他要查什么呀？舞弊。是您干的。干什么了？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？我让你给我说糊涂了。难道我说错了吗？我不是你哥，还没傻到挖一个坑把自己给埋了。那您一点也不吃惊？你哥做什么事情我会吃惊？可朝廷有恩荫，我哥这么做又是何苦呢？哼！你爹这辈子有3件事情想不明白。第一件是先皇赐我的这把尚方宝剑，为什么没开刃？第二件呢？就是你哥，到底是不是我亲儿子？第三件呢？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爹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别乱动，转过身来。副将军，你是宰相府的那个门客？在下展无为。你到这儿来干什么？哼哼，我还想问你到这儿干嘛呢？哦，我想咱们俩都是来杀主考官的。哦，既然这样的话，副将军为何迟迟不动手？哼，我在数女人呢。数女人？刚才进去了10位姑娘，主考官精力旺盛的很呐。哼，看来他今晚要做个风流鬼了。咱们俩虽然是各为其主，但也算是殊途同归，何不联手？杀他还用联手？一人杀1次，各自回去交差。也罢，合情合理。嗯。这包黑子，有日子没给咱俩好脸了。他不会把咱俩给辞了吧？那倒不至于。有雨柔小姐的面子，他不敢辞咱俩。不过这包黑子心眼小，为那200两银子，搞不好要记恨咱一辈子。他不贪不拿的，平时也没人孝敬他。这200两确实够他一呛。要不，咱俩去凑凑，还给他？咱俩到哪儿凑去啊？这包黑子看咱俩跟看贼似的，什么迹象都断了。再这么下去，酒钱都没了，还凑去？谁呀？王朝马汉，跟我去主考官家办差。哎，来了！包大人，好像出什么事了。包大人稍后，我们先去看看。我们先去。出什么事了？你们是官府的？我们是开封府的，这位是府尹包大人。你们来的正好，出人命了！带我去看。包大人，请。包大人，老爷每隔几日就要寻欢作乐一番，今晚正巧来了兴致，就让下人把花满楼的头牌全都请到了府里。谁成想，就在半个时辰之前，这屋里突然传出了声声惨叫，下人们过来一看，人全都死了。没见凶手？凶手早没影了。包大人，怎么样？这些人死的都十分蹊跷。哪里蹊跷？首先可以断定，凶手是2个人。为什么？
这些尸体一半死于剑下，一半死于刀下。如果不是巧合，一定是2个凶手商量好，一人杀一半。咽喉处的伤口有半寸，明显是被刀划伤的。胸口是剑刺入，伤口有1寸半，刀伤略带弧度，刚好与阔刀的形状及宽度吻合。咽喉跟心脏都是要害，刺入一处足以毙命。凶手为何杀他2次？这个我也没有想明白。学生刺的心脏，副将军割的咽喉。张德林果然不干净，居然先老夫一步。看来张子荣这次是站在他爹这边了。那倒也未必，说不定他想左右逢源，想两全其美。按张德林的性子，他现在肯定在考虑要替他儿子灭口，一定要抢在他的前面找到那个替考者。学生冒昧问一句，既然张德林要灭口，何不干脆借他之手？老夫想要活的，活的。我教了你多少次了？3分天下凭的是本钱，皇上是天子，天子就是本钱。张德林是国丈，手握兵权，再加上2个儿子1个皇后，我这个宰相只有你一个人。可你是一把剑，老夫还要的是一杆笔。可是您不是攥着文武百官的笔吗？那些笔已经破旧了，不值钱了。老夫想要的是皇上想要的那杆笔。学生明白了，只是这茫茫人海，学生实在不知道去哪儿找那杆笔。你不该问我，你该问包拯。明白。这是一些碎银子，乃身外之物。恭敬不如从命。你怎么来了？楼下有人找你。什么人？不知道，不过来者不善，自己下去看看吧。哎，少爷，我去看看。一起去，我去就回，你自便。哎，你到底是什么人啊？你们？少爷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别让老爷来找我。我说了呀。爹，你要干嘛？把他们2个押回府去。是。都别动。我自己走。放出去！老爷，放出去！说，快点放我出去！谁替他考的？少爷自己考的。放屁！他自己能考出个状元来？要打冲我来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张东，快点！今天你要再敢包庇他，我就在这儿活活打死你！你打死我吧！老爷，住手！你没事吧？一个破柴房就想关住我，下次记得关窗户。爹，你别白费功夫了。张东跟我一样，都是不会出卖朋友的人，一人做事一人当。有什么话，咱们屋里说去。问吧。不问是吧？不问我走了。站住！你爹是枢密使，你姐姐是当今的皇后，就算皇上再裁减阴补，也裁不到你的头上。你为何胡闹？参加什么武举考试？我从小就在您的树荫底下长大，
现在又让我在那个姓赵的树荫底下活着，我不乐意。我要凭自己的本事活出我自己。你的本事？舞弊就是你的本事吗？我也不想舞弊，我是被逼的。谁逼你的？我在大牢里苦读了3年的师傅，你们说改就改，改什么考策论？我3年的功夫白花了，我找谁说理去？我不舞弊，我怎么办？那你也不能给我舞出一个状元呐！我哪想到他能替我考出个状元来啊！真倒霉！你刚刚出大牢，就给我惹这么大一祸，你还不如在里面待着呢。爹，我姐能当上皇后，您能当上国丈，咱们张家能有今天的局面，还不是当年的一把火烧出来的？你放屁！好，我放屁。您放心，我惹的祸我自己处置，绝不连累您。你给我回来！回来！喏，这里就是他之前住的房间。他什么时候离开的？刚走啊，是被他爹给绑走的。绑走？嗯。他在这里都跟什么人接触？他平时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，可能也就写歪诗。哎，他好像跟一个叫韦文清的人走得很近啊。韦文清是个什么人？就是一个酸文人，写的一手好字，诗做的也不错，而且还懂得麻衣橡树。不过这个人啊，在张子雍面前是人模狗样的，可是张子雍一走，他就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。他人在何处？我不知道。哎，你说这个张子雍有没有意思啊？一肚子的歪事，还非得逼着我们的姑娘为他吟诗践行。韦文清现在去哪儿了？我怎么知道？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啊？最后一个问题，能找到韦文清写过的诗吗？你要干嘛？我想对照笔记。估计找不到了。他走了以后，我去清理房间，他把该带走的全都带走了，就好像没有人住过一样。主考官被灭口，张子雍离开听雨楼，韦文清不知去向，这一定不是巧合。包大人，一定是张子雍买通主考官，让韦文清去替考。事情败露以后，死的死，逃的逃。可上哪儿找这个韦文清啊？我问你们，如果你们是张子雍，会去哪里找人替考？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当然是我这听雨楼了。来这儿的人非富即贵，很难为5斗米折腰。那也许是张子雍逼他折腰呢。我也这么想过，但从你刚才所说的话来看，张子雍似乎并没有胁迫他，更像是你情我愿。如果是我会选择去书院找，那里的学子满腹经纶，大多都没钱没势，而且年龄跟张子雍相仿。要是找到你这样的学子啊，可倒了大霉了。我怎么了？虽然是满肚子学问，可是脾气啊又臭又硬，就像一头黑倔驴。我要是他，我找一个学问像你的，但是这脾气啊，要像我2位叔叔这样温良，而且呢又懂得变通。包大人，我们去书院打探一下，看最近有没有一个叫韦文清的学子不见了。速去速回，有的话连他的家世背景一起查出来。是。哎，等等，我要跟你们一起去。啊？这是去查案，你添什么乱？查案了不起啊？我爹当府尹那会儿，你还是个娃娃呢。本小姐可是查案世家。再说了，我乃哮天猫，这张子雍敢在我的地盘犯案，我要是不去主持公道，这传出去，那江湖的人不得笑掉大牙呀？好，走吧。哎，对了，小姐，一会儿到了书院，我们来问你，别说话。凭什么呀？小姐，我们从捕快干到捕头，干了这么多年，别的不敢说，问话可是门学问，问不好会打草惊蛇的。那你们可以教我呀。行啊，哥，怎么了？你看那边是不是着火了？
坏了，好像是书院。什么人？不想死就跟我走，到地方你就知道了。老子有要事在身，没工夫跟你打。由不得你！火太大了，你们等着，我回去叫人。等你把人叫来，认识韦文清的人早就被烧死了。小姐，大火可不长眼，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啊！就是。哎，那两个是什么人？放火的一定是他们两个其中的一个，把他们抓住！哎，小姐，谁放的火呀？咱帮谁呀？两个一起抓，带回去一审不就知道了？拿着。哎。上！我们是开封府的，你们两个束手就擒，跟我们回去问话。你的剑法很熟悉，你是什么人？跟我走。让他们给跑了。书院烧光了，教书先生死里逃生。我们审问了他，但他绝口否认有韦文清这个人。包大人，虽然这把火销毁了证据，但也印证了替考必定出自书院。那个剑客究竟何方神圣？你们联手都打不过他。他用的剑法跟我师父是一样的，只不过我师父用的是左手，而他用的是右手。别说我们三个了，就在江湖上，估计也没几个人能打得过他。跟展大侠用同一种剑法？没错，因为我对我师父的剑法垂涎已久，一眼我就看出来了。展大侠收过其他徒弟吗？在这个江湖上，除了我以外，应该没有人敢自称是他徒弟吧？你能否问问展大侠，或许能打探出剑客的来历？哎呦，你不说我都会去问的。等消息吧。火势越烧越猛，学生见此情况，只好先去抓那个放火的人。此时开封府的捕快到了，他们不知该抓谁，就乱打了起来。没露出什么马脚吧？相爷放心。那个人呢？关进4牢去了。他到底替谁干的脏活？各种办法都用尽了，可这人嘴很硬，就是不肯说。再想办法。现在跟我们赛跑的不仅仅是张德林，开封府的介入，证明皇上也在找这个替考，一定要抢在他们的前面。学生明白。大人，张德林张大人到了，说有事要见您。说曹操，曹操到，这个时候他凑什么热闹？王大人，你这个热闹，我不想凑也得凑啊。好啊，那你猜这盘棋，黑子的第一步落在了哪里？总不会第一子就落在天元上吧？还真是天元。
王大人，我作为一名武将都知道，这第一子落在天元上，可不是什么明智之举。像你这样的高手，怎会出此险棋？我是在赌。出其不意，剑走偏锋，这可是我们武将用的计谋啊！一步险，步步险。老夫好奇的是，我这一步下完以后，他下一步该落在哪儿呢？王大人，我今天来，可不是跟你讨论下棋的。咱们明人不说暗话，有些事情，是时候该摊在桌面上说清楚了。何事？我儿子舞弊与我无关，他这般胡闹，把我也搅进这滩浑水里。你我的手下却办了同样的差事，足以证明，咱们俩是深受其害。还希望王大人不要徒生猜忌。张大人不必多心，你儿子想当个官儿，那不是举手之劳的事吗？我相信张大人不会干出如此愚蠢的事。不过，我倒是想奉劝张大人一句话，请讲。放一次火可以大事化小，可动不动就放火，最后恐怕会烧了自己。你是张子庸的人。张子庸是谁？不认识。那个韦文清是谁？不认识。那你为什么要放火烧书院？想烧就烧，没有为什么。什么意思？刚才书院起火，张大人不知道？哼，当然知道。舞弊罪虽是重罪，但是光凭这一条罪，华胜他还真不能把令公子怎么样。如果令公子一味的节外生枝，那以后就不好收场了。查案靠的是线索，任由令公子在外面惹是生非，反而会露出马脚。与其越抹越黑，还不如彻底断了隐患，给包拯来个灯下黑。灯下黑。他长大了，我管不了他。长大的何止是他一个人呢？我本想过几天安稳的日子，可没曾想，又要重新洗牌了。我只会用剑来杀人。这个我还真不会用。你会吗？你不用吓唬小爷，小爷就是死，也不会出卖朋友。爹，这么晚了，你在这儿做什么？我等张东呢。他人呢？不知道。爹，您干嘛又这么看着我呀？这大半夜的，您去哪儿了？把他给我绑了。是。绑我干嘛？
今天不绑你，明天你放火烧的就是这个家。张大人，你们这是？我要告状。告谁的状？状告我儿子。告他什么？科考舞弊。爹，我跟您势不两立。闭嘴！张大人，公堂之上，不开玩笑。我跟你没那交情，还希望包府尹能够秉公执法。张大人可有证据？这个逆子亲口跟我说的。口说无凭，可有物证？来人！这是他的笔记，包府尹一看便知。既然如此，王朝马汉在，将张子庸关入大牢，择日再审。是。小爷我还要住原来那间牢房。张公子，这间已经有人住了，包大人吩咐让您住隔壁那间。为什么？那间墙面是空的。去，给我找点写字的东西来。包大人吩咐过了，一会儿就给您送到。哎。两位大人，行行好，给狗吃的吧。饿了啊，饿着。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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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开门啊！快开门啊，师傅！我知道你在里面。师傅，师傅，你要再不开门，我把你房子给你烧了。师傅，师傅，你快开门呐！师傅，师傅，你快救我！我把我自己点着了！师傅，你还真泼我呀！饿几天了？2天。他们为什么饿着你？他们说我故意犯案，想来牢里蹭吃蹭喝。牢里的饭有什么可蹭吃蹭喝的？犯什么事儿了？调戏民女。切，活该饿着，饿死你都不亏。幸亏大爷行好，不然我真的就饿死了。我之前看这满墙画的跟烧饼一样。什么？这满墙的诗你都看过？诗？哪有诗？当然是诗了。看过看过。写的如何？不堪入目。怎么就不堪入目了？这写的多好啊！这个。大爷您别生气，您要是想谈诗论赋，以后顿顿给我吃的，我顿顿跟您聊。你是书生？嗯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陈世美。你差点把自己烧死。那还不是因为师傅不给我开门。说吧，什么事？
你是不是我师傅？不是。你为何不教我功夫？我不是你师傅，为何教你功夫？你为何不愿意当我师傅？我从不收徒弟。骗人！你没有教我功夫，倒是教了另外一个人功夫。你知不知道，昨天晚上你的另外一个徒弟，差点让一个天大的案子再也查不出真相来了。别想否认啊，他跟你用的是一样的剑法，只不过不是左撇子。什么案子？舞弊啊！露出了半边的月，是圆还是缺？喝过了半杯的酒，是空还是满？初心总是比结果看上去热情大方，真相从来就简单。演过了一半的戏，是真还是梦？唱出了一半的歌，是悲还是欢？未来总是比过去看上去更美丽灿烂。人生本就是梦幻，不要说江湖爱恨两难，那不要说世道善恶难断。大江东去，只留下了风流人物，千古流传。演过了一半的戏，是真还是梦？唱出了一半的歌，是悲还是欢？未来总是比过去看上去更美丽灿烂。人生本就是梦幻，不要说江